恭喜啊！你小子艳福不浅啊，看得哥哥都心生羡慕。陈浩宇平时处处跟我作对，今天怎么一反常态，十分不对劲。陈凡回来了。你准备一下，后天你订婚。订婚？我给你物色了一个完美的妻子。后天订婚，2个月以后你们就举办婚礼。那也得要我给你物色的，那可是金陵城顶级家族，徐家的千金呐。这位就是你的准未婚妻。这个徐君瑶的肚子，我已经有孩子了。怎么那么大？孩子是我男神，我不仅不会打掉他，我还会把他生下来。爷爷居然让自己娶一个肚子里有孩子的女子为妻。小凡呐，不就是有孩子了吗？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担当，不要太介意嘛。对呀，陈凡，等徐小姐的孩子生下来，就让孩子姓你的姓，你以后啊就当亲生的养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孩子跟他姓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男神的孩子怎么能跟他姓？他不配，他要跟着我男神的孩子姓。等订婚以后，他改姓秦了，而且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，不能有半句怨言。你是不是订婚呀？其次，虽然订婚了，你也不能碰我半根手指。每个月我要去见我男神2次，你不能有意见。小凡啊，我看徐小姐的条件啊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就容忍一下吧。是啊，堂弟，这可是100年难遇的机会，你呀要好好抓住。对呀，你只要答应了徐小姐的条件，你可就一步登天了。既然就说了，既然徐小姐这么好，那你们怎么不去？陈凡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你要是还承认你是陈家的人，这个婚姻你必须答应。陈家人？你们当过我是陈家人吗？现在还要把我往火坑里推？这个陈家人我不当也罢，从现在起，我与陈家断绝一切关系。你说什么？敢和我们陈家断绝关系？你身上的一切都是我们陈家给的，离开我们陈家，你就是个穷光蛋。陈凡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收回你刚才讲的话，不然的话，等你身无分文，后悔了，那可来不及了。我不会后悔。签了他。陈凡，不出3天，等你把钱花完了，你就会跪着回来求我们。哎，哪能用得了3天？不出2天，他就得跪着回来。求爷爷原谅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跟陈家没有任何关系。断绝关系第1天，奖励10个亿。10个亿，真的是10个亿！一瞬间，自己就从一个只有310块的大学生，一跃成为了拥有10亿资产的亿万富翁了。系统牛逼啊！刚才我还考虑要去兼职打工呢。爷爷，既然他陈凡要跟我们陈家断绝关系，那他身上的一切，像手机、银行卡这些，我们都要收回来。至于他的衣服嘛，我们就不要了，免得他流落街头，睡大街。不用，这样呀，显得我们陈家太小气了。他的银行卡里估计都没有500块钱，毕竟他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800块。哦，只有800块。既然不是我们陈家人了，那就赶紧滚吧。慢着！没想到你还挺有骨气的，居然真的直接和陈家
断绝了关系。不如这样，只要你娶了我，之后让我满意，将来我真的嫁给你，也不是不可能。你这样的人，还是让他们陈家的人去娶吧。我施舍给你的这个机会，是多少人做梦都求不来的。虽然你和陈家断绝了关系，但毕竟你和他们曾经是亲人，想必未来他们也不会太为难你。而我徐家不一样，你敢忤逆我，你的下场就会很惨很惨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那个女朋友，你不会以为她是真的喜欢你这个人吧？挑战让金陵徐家破产，限时100天内挑战回报1000亿集团，凌霄资本集团全部所有权，当上千亿富豪。如果你同意的话，我甚至现在就可以让陈家的所有人跪下向你道歉，让他们后悔和你断绝关系。陈凡一定不要答应，不然的话，我们陈家所有人脸面就会丢尽了。怎么样？心动吗？心动？心动你大爷！让陈家的人给我跪下道歉，不需要你们徐家，我自己就可以。你这家伙还有点意思。徐小姐啊，你放心，我们陈家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去给我安排一下，我要见一个人，一个特别的女人。挑战发布，去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豪车，挑战时间3个小时，挑战奖励江州顶级别墅1套。买车？这个任务可以啊，正好有买车的打算。系统就发布这个任务。先生，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吗？跑车，带我去看你们这儿最贵的跑车。最贵的跑车，那可得上千万，你确定？带我去看看。好的，先生，这边请。先生，这是我们店里最顶级的跑车。就它了。先生，这辆跑车的落地价格为1149万。你看看这车灯，这车身，这车轮胎。刷卡。恭喜获得江州顶级别墅御景山庄8号别墅，总价约为6056到8000万。你好，您是陈凡陈先生吧？是我，陈先生，这边有份合同需要您签一下字，这套房子就是您的了。啊，今天晚上把晚饭给我送过来啊。好的，先生。我们分手吧，陈凡，你是不是和陈家断绝关系了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我就问你，能不能重新返回陈家？如果可以，我们还是男女朋友；如果不可以，那我们就立马分手，互不相干。重返陈家？不可能！陈凡，你和陈家断绝关系，是你这辈子做过最错误、最后悔的事情。没了陈家，你陈凡什么都不是了，你就是一个废物，将来也注定会成为一个一事无成的穷光蛋。所以你当初跟我在一起，就因为我是陈家的人。是啊，你当初真的是瞎了眼，居然会主动追求你。当初我真应该选择钱令秋的，而不是选择你这个废物。你真的以为离开了陈家，我就会一事无成？没了陈家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一定会后悔和陈家断绝关系的。
怎么样，陈凡？我和你说过，你真以为女朋友是因为喜欢你才和你在一起？是你策划的这一切啊！原本我的计划是砸钱让你和他分手，可是他知道陈家和你断绝关系之后，他自己立刻就决定要和你分手，我1分钱都没有花。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当着我的面跪下向我求婚。之前的事情，我还可以当做没有发生过。做你的春秋大梦去。好，很好。陈凡，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等着接受我金陵徐家的怒火吧！断绝关系第2天，奖励江州市中心金融大厦100%所有权，总价值13个亿。哇！请问是陈凡陈总吗？啊，是我。我是金融大厦的原主人孙俊发。你买下我这栋金融大厦的钱我已经收到了，请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？我们把合同签了。好，今天下午有时间。好，那到时候再联系。Insane, inside, the danger gets me high. Can't help myself. 哎，夏总来了，我帮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夏若水，夏总，夏氏集团的总裁。夏若水，我们江州的第1美女总裁。这位是江州大厦的新主人陈凡，陈总。陈总，咱们整栋金融大厦全部租给了夏总所在的夏氏集团。今天约在这里见面呢，是为了给你们双方互相介绍一下，以后夏总的租金就交给陈总了。陈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有会要开，先走了。夏总是真忙啊，别看夏总只是一介女流，但实力真是让我们江州这些顶尖大佬汗颜呐。自愧不如呢，短短2、3年的时间，就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夏氏集团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，试问谁能做到？夏总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是来找我谈金融大厦的事情？夏总，陈总，夏总，你这是？哦，我住在9号别墅，我住8号别墅，那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。8号别墅，传说中8号别墅是一位谁的大人？原来就是这个陈总。陈总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我们一起出去散步吧。可以。不知道陈总买下金融大厦花了多少钱啊？夏总问这干什么？我也就不绕弯子了。我打算把金融大厦从陈总的手里买过来，不管陈总出了多少钱，我愿意加3个亿，如何呢？夏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暂时没有这个想法。那真是太遗憾了。不过陈总，你如果打算卖掉它的话，能不能先联系我？这个没问题。谁打了我儿子？你儿子？你儿子是条狗啊！这就是我儿子，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你打了我儿子，必须得带他去医院治疗，要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还有，你现在得给我儿子鞠躬道歉。这位先生，明明是你自己出来遛狗不拴绳，按照治安法的话，责任在你。治安法对我可没用啊！还有你谁呀，在这儿拿治安法威胁我？我叫夏若水，是夏氏集团的总裁。哼，夏若水，别人怕你，我可不怕你。今天这小子必须得给我儿子道歉，要不然没完。你不怕我，你就不怕陈总了。
我管他是谁呢？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都得给我儿子道这个歉啊！陈总可是8号别墅的主人，你确定？8号别墅的主人，陈先生，实在是对不起啊，我狗眼看人低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别跟我计较啊。不让我跟你儿子道歉了？陈先生什么身份啊？能给这狗东西道歉？刚才我的不对，我的不对。我倒是没事，主要让夏总吓了一跳。对，夏总，您刚才教训的是我遛狗不牵绳啊，都是我的问题。以后我再也不在这别墅区遛狗了啊！这个夏总和陈总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对儿。我刚才冲撞了您俩的约会，我的问题。陈总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还请您收下。钱白实业集团。原来是孙永泰的小舅子，快来张口。陈总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呢，您尽管吩咐。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的2人世界了，走了。陈总，刚才真是谢谢您了。没关系。陈总，那我们回去吧。好。夏总，你怎么了？我刚才好像崴到脚了。夏总，要是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就抱你回去吧。好，谢谢啊。我去，这是我这个年龄能看的吗？好刺激啊！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了，你们就当我不存在就行。哦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脑子里成天想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赶紧去卧室，把那个药箱赶紧拿过来。哦，好的，姐姐。姐，这次我真走了啊。你和姐夫2个人继续。姐夫？你胡说什么呢？这位是陈总，我们的邻居，我是把脚崴了，陈总才抱我进来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妹妹夏萌萌。哦，就说刚才看着怎么那么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你认识我啊？江州大学的校花就是你吧？你怎么认识我啊？因为我是江州大学大2的学生啊。这陈总居然还是大学生，陈总还真是厉害。我上大2的时候可远不比陈总。哦，原来是学长啊！那学长能不能加个联系方式？哦，好呀。陈总，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哦，没事，举手之劳而已。这都第2天了，陈凡这个混账还没有回来求我们啊！陈凡的银行卡里估计还有300-400块钱呢，足够他生活3-4天了。这才第2天，没回来也很合理。陈凡他就是个混蛋，居然敢跟我们陈家断绝关系！好啊，等他回来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好好的羞辱他一番。我要让他知道，在陈家他狗屁都不是。浩宇啊，你也在江州大学，明天啊，你就去找陈凡一趟。明白了，爹。明天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一下这个陈凡。哎，曼雨，那不是你男朋友陈凡吗？纠正一下，是前男友。他就是一个废物，我当初真的是眼瞎了才找他当男朋友啊。对，前男友。不过他坐在那儿是干什么呀？该不会是专门等你的吧？
谁知道呢？走，看看。陈凡，我和你已经分手了，是绝对不可能复合的。如果你还要点脸，就不要再来纠缠我，除非你回陈家，或者是自己成为几十亿、上百亿的大富豪，不然就算天塌了，我们也不可能在一起。我纠正一下，我在这里不是为了等你，而是等别人。还有，我更不可能求你原谅。哼，你除了等我还能等谁？别骗自己了。陈学长是来等我的。陈学长，抱歉让你久等了，我们一起吃饭吧。不可能，我才和陈凡分手，陈凡立马就和笑笑华勾搭上了。不可能，陈凡哪有那个实力？难道夏萌萌不知道陈凡已经和陈家断绝关系了吗？哦，夏小华，陈凡已经和豪门陈家断绝关系了。现在的陈凡和陈家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算你跟陈凡在一起，你也不可能嫁入陈家的。我的确不知道陈学长和陈家的关系怎么样，但是断不断绝关系又能怎么样呢？你看我在意吗？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吗？陈学长，你和我姐姐怎么认识的呀？虽然姐姐昨天和我解释了一些，但我可不信。如果不是对陈凡有一丝好感的话，哪怕脚腕伤得再厉害，姐姐也不会同意让陈凡抱着自己回别墅的。我是市中心金融大厦的拥有者，你姐姐租用了我的大厦。这两人的口风可真紧啊！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陈学长，你今天能不能顺路送我回家呀？我刚好要去我姐姐那。当然可以，那我们吃完饭我就送你回去。好。断绝关系第3天，奖励百亿集团腾飞集团12%的股份，成为腾飞集团第3大股东。我去，这才3天，我就已经从豪门气少一跃成为百亿集团的第3大股东了。陈凡，嗨呀，我正说要去找你呢。哎呀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你了。兄弟们，知道这是谁吗？这不是陈凡吗？他是宇哥你的堂弟吧？猜对了一半，曾经的堂弟。他现在啊，已经跟我们陈家断绝了任何关系，意思就是说，以后跟我们陈家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啊！什么？和陈家断绝关系？他疯了吗？就是，他是不是脑子有坑啊？离开了陈家，他狗屁都不是啊！就是，陈家可是豪门呐，多少人挤破脑袋都想进去。嘿，他这个蠢蛋，他居然想着断绝关系。怎么样，陈凡？自从跟我们陈家断绝关系后的第3天，后悔了吧？啊，后悔。跟陈家断绝关系，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选择。瞧见没有，还嘴硬呢啊！说什么还正确的选择？陈凡，我问你啊，是不是跟我们陈家断绝关系以后，你现在兜里边1000块钱啊，不，500块钱都拿不出来了，成为了真正的什么大兄弟呀？陈凡，哦对了，我还想跟你说呢。你爷爷给我买了这辆车，170多万啊！你呢？自从跟我们陈家断绝关系以后啊，别说这个200万的豪车了，哎，你以后啊，说不定啊，50万的破车，你估计都开不上了吧？他是不是骂我了？啊？是不是骂我了？这是迈凯伦，哎，这怎么可能啊？陈凡这家伙因为越混越差，最后身无分文，穷困潦倒。怎么现在陈凡开上迈凯伦这几千万的豪车呀？这什么情况？陈学长，今天谢谢你送我回家了。没事，我们2家离得近，顺手的事情。
陈总，你好，我是郑兴德，恭喜你成为我们腾飞集团的第3大股东。你有时间来一下公司吗？好让其他股东认识一下。好，郑总，明天下午我有时间，我过去。好，陈总，咱们约好了，明天下午在集团见。好，我们走。我还没有好好研究过这个神秘系统呢，今天正好有时间，我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。陈总，我一会儿要去我姐姐的公司，要不要一起啊？夏氏集团吗？临时任务发布，答应夏萌萌一起去夏氏集团，顺便参观一下自己的金融大厦。任务时间2小时，任务奖励全球限量7块的世界顶级腕表百达翡丽大师炫音腕表1块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一定去。正好去参观一下我的大厦。浩宇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爷爷，那个小畜生离开我们陈家以后，现在的日子一定过得很惨吧？那是肯定。陈凡离了我们陈家，只能一天比一天落魄。爷爷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完成您的任务。这么个小事情你都办不好，真是个废物！爷爷，对不起，我没用，是我没用。爷爷，我跟你说，陈凡他不仅没有落魄，他现在反而过得更好了。我今天啊，亲眼看见他开着一辆价值1000多万的迈凯伦呢。什么？不可能，浩宇，你开玩笑吧？就凭陈凡那个兔崽子，他能开1000多万的豪车，就凭他那个废物。我亲眼看见的，要不是我亲眼看见的，我能回来跟你们说吗？他跟我们陈家断绝关系，只会一天比一天落魄，怎么可能越来越好？还1000多万的豪车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对了，爷爷，我今天听说了一件关于陈凡的事情。哦，什么事情？我听说陈凡跟这个江州大学的校花中午在一起吃饭了。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，爸？陈凡为什么能够开上千万豪车？那个校花是不是姓夏？对，好像叫什么夏萌萌。要不出意外的话，夏萌萌就是夏氏集团的小千金，陈凡开的车就是夏氏千金的车。什么？夏氏集团的千金？对啊，爷爷，学校里好像是有这个传闻。他想以此来证明，他与陈家断绝关系以后，生活会过得更好。浩宇啊，玉珍，过来。我告诉你们，怎么对付陈凡。只要你们按我说的去做，他就应该回来订婚了。我就不相信，我管不了这个无法无天的小畜生。姐，萌萌，陈总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姐姐，我是今天下午没事儿，就想来看看你。陈学长是想来参观一下公司。夏总，我刚收购这家公司，今天下午刚好有时间，所以过来参观参观。没有打扰你工作吧？当然没有了，既然都来了，那我就带陈总好好参观一下。好。不好了，夏总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夏总，公司机密啊。没关系的，说吧。看来的确是很核心的事情，我自己还有任务完成。夏总，既然你有事情，那我们就自己先参观参观。那好吧，萌萌，你替我带陈总好好参观一下，等我忙完了就立刻去找你们。OK， 陈学长，我们走吧。好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夏总，我们的原材料供应商南茂公司突然宣布和我们取消合作了。什么？南茂公司一向跟咱们公司合作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停止合作？大概率是百盛集团搞的鬼，就他是我们的对手。
先不谈这些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一个新的合作伙伴，否则咱们夏氏集团的资金链将会断裂。夏总，我们也想啊，但是现在好多人得知此事，都不愿意跟我们合作了呀。这样，你先去联系一下腾飞集团，然后还有贵丰集团、仙林集团，让利两成，看他们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。剩下的，我再想办法。好的，夏总，我马上就去。答应夏萌萌一起去夏氏集团，顺便参观一下自己的金融大厦。任务完成，恭喜获得全球限量7块世界顶级腕表，百达潜力腕表1块，已放在您的别墅书房中，请注意。手上正好缺一块符合身份的名表，系统还真贴心呢。沈学长，你看我姐把公司经营的怎么样？井然有序，你姐把公司打理得很好。那当然了，不少人都夸过我姐呢。沈学长现在看了怎么样？要不要再看看别的？挺好的，我觉得参观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去看看你姐吧。好的，走吧。过分，他完全是狮子大开口。你告诉他，不可能。就算我们夏氏集团垮了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占到1分钱的便宜。姐姐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怎么发这么大的火？夏总，是遇到什么麻烦吗？可以跟我说说。百盛集团出手，让给我们公司提供原材料的公司和我取消了合作，现在没有一家公司跟我们合作。夏氏集团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。百盛集团，百盛集团董事长孔百盛和陈老关系非常不错，百盛集团和陈家也算是朋友。我去，百盛集团针对夏若水，不会是因为我吧？临时任务发布，帮助夏若雪解决危机，顺便打击一下百盛集团。任务时间48小时内。任务奖励：任意技能选择卡1张，可随心选择1个技能提升满级。腾飞集团那么多公司，一家都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吗？要么和百盛集团穿一条裤子，要么就是狮子大开口，根本就没有一家诚心跟我们合作。腾飞集团，我不就是腾飞集团第3大股东吗？夏总，我按照您的吩咐去联系另外几家，结果他们好像统一了口径，全部都拒绝跟我们合作。应该是百盛集团收买了他们。夏总，不知道你们和南茂公司有哪些项目上的合作？陈总，他们所提供的原材料合同都在这里了。夏氏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，可能会破产。没机会了。夏总，要不您亲自去趟百盛集团跟他们谈谈，说不定还有机会。这件事儿交给我吧。我来解决。你来解决？我求了那么多人都没有用，你拿什么解决啊？我跟腾飞集团有点关系。什么？这位陈总，你确定你能说服腾飞集团？我刚才可是联系了他们一位副总，人家都明确表示了拒绝跟我们合作。你能让他们改变主意？我既然敢说出这个话，就一定能解决这个事儿。给我半天时间，你们等着收到好消息吧。够了！陈总，那就麻烦你了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还是多谢了。小事情。喂，郑总吗？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，有点事情想跟你聊聊。好的，陈总，今晚6点，我们在望江阁见面。好。这就是江州最豪华的餐厅，跟陈家断绝关系之前，我都没来过。没想到断绝关系之后倒是进来了。陈总，哎呦，郑总呀！哎呀，没想到陈总这么年轻，年轻有为啊！郑总，请坐，请坐。陈总，恭喜你成为我们腾飞集团第3大股东。往后陈总有什么吩咐，尽管开口。郑总啊，今天还真有点事情，想请你帮个忙。陈总直说无妨。夏氏集团是一个优秀的企业，发展前景良好。
不过现在百盛集团正在针对夏氏集团，我希望你们能与夏氏集团合作，帮他们一把。没问题，本身和夏氏集团合作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嘛。那我马上就。不能答应。冯总特别交代过，不能与夏氏集团合作。冯总，不能答应。集团能不能答应，似乎不是你一位副总就能决定的吧？抱歉啊，陈总，冯总是公司的第2大股东，其优先级在你之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公司第2大和第3大股东都卷进这个漩涡了？总裁，你可别忘了，冯总和第1大股东江总的股份差不多一样。要是哪一天冯总再收购一些股份的话，相比之下，这位陈总就只能对不起这位陈总了，可惜了。陈总这么年轻就有如此实力，若与之交好，未来肯定前途光明。陈总，陈总，哈哈哈哈！好巧啊，陈总，你也在啊，赵总。赵林勇，前白集团总裁，他怎么来了？赵总你好啊，你好，陈总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还请您收下。前白实业集团，原来是孙永泰的小舅子，快来整合。哎，陈总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呢，您尽管吩咐。好，上次的事儿是我不对，我来向你赔礼道歉来了。8号别墅的主人啊，一定要尽力弥补好我们的关系。他竟然是来道歉的。赵林勇可是冯董都得罪不起的人物，平常跟个恶霸一样，走到哪里狂到哪里，在陈总面前竟然这么乖巧。哎呀，赵总，上次的事儿我都快忘了，根本没放在心上。陈总宽容大量，我可不能不懂事啊！你们聊什么事儿呢吗？在这儿？哈，遇到点小麻烦，来找郑总商量商量。遇见了麻烦事儿，尽管给我说。他郑兴德能解决的，我也能解决。哎，陈总，和夏氏集团合作的事儿，我答应。今天无论是谁来，也阻止不了。朱副总，咱们外地分公司的工作做得不太好，你去指导一下吧。我这辈子算是完了。郑总做事还真是雷厉风行，这个忙我记下。嗨，陈总过奖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夏总，你也别抱太大希望，与腾飞集团合作大概率是不可能的。陈总能让腾飞集团和我们合作的概率不到1%。现在也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了。陈总的身份非比寻常，也不是没有一丝的机会在。来和郑兴德签合同吧。真的，太好了！夏总，什么太好了？窦总监，你刚才说了什么？什么太好了？上一句。啊，我说陈总让腾飞集团和我们合作的概率不到1%，这怎么了，夏总？你的预测好像不太准啊。啊？这1%恰恰发生了。什么？您的意思是陈总真的说服了腾飞集团和我们合作？没错。而且陈总刚才打电话过来说，让我可以立刻派人过去，现在就可以签。现在就能签合同？太好了！哎，夏总，您看能不能让我去签合同，顺便我去给陈总道个歉。之前是我狗眼看人低，小瞧了陈总了。我亲自去，这样才能表现我们公司的诚意。你如果想来的话，也可以一起。好，快走快走。来，陈总。陈总，这望江阁的老板可是把钱赚大发了，他们简直就是个印钞机啊！
哦，这望江阁这么厉害？陈总有所不知啊，望江阁赚钱那只是其次，他们最主要是这人脉。江州的大佬和富豪都会来这儿做出那个商务宴请，久而久之，他们都成了望江阁的会员，所以他们积攒了大量的人脉。有了系统，我的资产倒是每天都在增长，而人脉是我的短板。望江阁正好能弥补这个短板，这望江阁我势在必得。夏总来了呀，合同带了吗？我们马上就签合同吧，早签早放心嘛。好的，郑总，这是我们拟定好的合同，您先过目。哎呦，不用看了，我相信陈总，陈总信任的人肯定没问题。哎，郑总，合作是你们两个的事儿，合同该看还是得看。好，夏总，希望你能满意我们之间的合作。郑总，您客气了，我还得感谢啊，您最终选择了我们夏氏集团。临时任务发布，帮助夏若水解决危机，顺便打击一下百应集团。任务完成，恭喜获得任意技能选择卡1张，可随意选择一个技能提升满级。夏总，陈总，这次真的谢谢你。郑总，我想为之前的事向您道歉。没事儿，我没放在心上。陈总，我还有句话不知道当问不当问。你说，陈总，您是怎么让腾飞集团答应跟我们合作的？这才过去了短短3个小时而已啊！因为我是腾飞集团的第3大股东啊，厉害啊，陈总！陈总，这次多谢你出手帮助，我真是感激不尽。客气了。来，我敬你一个。举手之劳而已，况且跟你合作对腾飞集团也有好处。陈总，我夏总，您醉了，要不我先送您回去吧。不用，你自己先回去吧，我待会儿坐陈总的车一起回去就行。夏总居然要坐陈总的车回去，夏总不是一向很高冷吗？这也不是夏总的行事风格呀。陈总不会把夏总拿下了吧？夏总，那我就先。陈总，那我们夏总就交给你了。好，那祝你们今晚玩得愉快啊！你走不走啊？不走的话，就留下来给江阁当服务员。我这就走，这就走。赶紧走！我马上就走，马上就走。陈总，我也有点喝醉啊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郑总，我送送你。走吧，陈总。慢点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手底下人不太会说话，让你见笑了。没事，我也没放在心上。这次夏氏集团真是多亏你了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。这样，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来找我，我绝对不会拒绝的。没事，顺手的事情。不过，像你这么年轻，是怎么做到这个地位的？整个江州的大佬，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可能都不会做到你这种地位。这个嘛，自己努力，然后继续努力，最后再努力努力。我总不可能说有个系统是系统白送给我的吧？我就算说了，你也未必相信啊。既然陈总不愿意说的话，那我也就不多问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不然我们先回去。好，我送你。老陈啊，听说你们陈家出了个败类，公然和你们陈家断绝关系。有这个畜生后悔的时候，
你如果不方便出面的话，用不用我帮你教训教训？不用不用，这点小事情我都处理不了，我怎么能当陈家的家主啊？明天陈凡和那个校花的关系就会破裂，这个小畜生的处境就会雪上加霜。不出其日，他就会老老实实跪在我面前求我。当个陈家嫡系不好吗？干嘛和陈家要断绝关系？也不知道你那个孙子是脑子进水了，还是被驴踢了。喂，董事长，您针对夏氏集团的计划破产了，夏氏集团找到了新的供应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之前没有和那些公司打招呼吗？我费了那么多精力才把南猫搞定。打了招呼，不过那个腾飞集团竟然不听我们的话。不听我们的话，该收拾整个腾飞集团了，要让他们知道违背我们百胜集团意愿的后果。老孔啊，你那边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？需不需要我帮忙啊？不用，我就不信搞不定区夏氏集团。说真的，只要你需要，你尽管开口。那个夏氏集团呢，我也感到很不爽。真的不用，我就不信我整不垮他。行，老孔啊，那你就辛苦了，我就先走了啊。我倒要看看腾飞集团凭什么敢惹我。断绝关系第4天，奖励江州最顶级高档餐厅望江阁100%所有权，成为望江阁新主人。望江阁总价值约为11亿。什么？不是开玩笑吧？昨天刚想着望江阁，今天就真成我的了？这系统送的钱，加上系统送的望江阁，这往后我在江州如鱼得水啊！以后我要让陈家，还有金陵徐家，看见我就害怕。陈学长，猜猜我是谁？萌萌，别闹了。好吧，被猜中了。说吧，今天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没有事情找你啊。没有？那有人找我通知我说你来找我有事，让我来这栋教学楼底下等你。陈凡，今天我必须揭穿你的真面目。这二世主来这儿干什么？夏小花，是我让人把你叫过来的。我今天来啊，完全是为了你的未来着想。陈凡，他就是个渣男，他不是个好男人，他无情无义的很啊！你千万不要再被这个跟我们陈家断绝关系的废物再继续给骗了啊！骗我什么？你就让他接着编。你说我无情无义，那你说说看，你怎么形容我这个无情无义的陈家弃子？你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你说你把我们陈家都逼到什么份上了？你说你这不是无情无义是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金陵徐家的怒火，不是我们一个小小的江州豪门能够承受得了的。夏小姐，你说陈凡这种行为，他不是无情无义，他是什么？我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明明是你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要牺牲我的生活。既然你那么无私，你去就好了。你娶了她，陈家不也能度过危机吗？我又不傻，谁会娶徐君瑶那样的女人啊？这就是你说的无情无义。我要是陈学长，别说跟你们断绝关系了，早就拿火烧你们陈家了！马上从我眼前消失！滚！夏小姐，夏小姐，我怎么总感觉我是他们普类的一环呀？哎，他们怎么感觉越来越好？不是来破坏他们感情的吗？走了。没想到陈浩宇是这种人，简直是个人渣。萌萌，不必为这些不相干的人烦恼。走，今天学长高兴，带你去望江阁吃好吃的。萌萌，轮到我说话了吗？陈学长，
我就是在想，你要是跟我姐在一起该多好呀！啊，陈学长，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，我们夏家的情况要比你们陈家更复杂。上次我回家，听见家里面的长辈打起让姐姐去联姻的准备，对方似乎是个更厉害的大家族。嬷嬷，不要胡想了，你姐的事情，你姐自己会处理。再说了，你姐也不一定能看上我呀。你不试试怎么知道？陈姐，我们突然来望江阁，会不会没有位置呀？我听说许多大佬都需要预约。这望江阁呀，别人来不一定有位置，但是我来一定有位置。这每一年呀，要在这消费数百万呢。还得是陈姐厉害呀！我还是第一次进这么高级的地方吃饭，今天可算是沾了陈姐的光了。走，这就带你们去见识见识。这不是陈凡吗？哼，望江阁这么高级的地方，也是你这种穷鬼能来的。这里不是我能来的，难道就是你能来的？那是自然。我每个月最少来5次，你说我能不能来啊？之前你或许可以，但今天你进不去望江阁半步。哎呦，望江阁的大门我都进不去啊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望江阁的老板啊？就是，居然敢说陈姐进不去望江阁，还有陈姐进不去的地方。陈凡，我现在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光明正大的进望江阁的。至于你这种穷光蛋，只配去吃狗都不吃的路边摊。我们走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我们今天这里客满了，没有位置了。您下次想来可以提前预约。你敢拦我？你敢拦我？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我也是按规定行事。你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，我陈玉珍，你们这儿的高级会员，我拥有免预约、免排队的特权。现在我能进去了吗？能，当然能。您是我们的高级会员，自然有这个权限。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请。小崽子，看见了吗？我马上呀就要进望江阁去吃饭了，而你只能在外面看着，这一辈子都进不来。今天你要是能进去，我立马跟你回陈家订婚。小畜生，口气倒是挺大呀。今天我要是能进望江阁去吃饭，你就给我跪着回陈家，答应结婚还不能有任何的反驳，怎么样？你敢还是不敢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今天你要是能进望江阁，我就跪着回陈家。陈凡，你别冲动啊，不能因为一时的生气而毁了自己的未来。没事的，今天他进不去望江阁，我说的。走。赵经理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陈女士，你做什么呢？我当然是来望江阁吃饭了，还能干什么？赵经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赶紧让开。陈玉珍女士，很抱歉通知你，我们望江阁出了一个新规矩。什么规矩啊？赵经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解释清楚的话，我跟你没完！没有解释，你就是不能进。如果你非得要一个答案，你可以理解成望江阁就是在针对你。陈玉珍，我说过你今天进不去望江阁，现在相信了吗？陈总，快请进。陈玉珍，我们就先进去了，而你就在门口看着吧。啊。凭什么针对我？为什么他一个穷光蛋都能进去？你什么身份，也敢配合陈总？你算哪根葱？我什么身份？我
陈玉珍，我是你们这儿的高级会员。哦，对了，这张卡到头了。从现在起，你不再是我们望江阁的高级会员，而且从现在起，你已经被我们望江阁列入黑名单，永远不能进望江阁吃饭。什么情况？被拉黑了？被望江阁拉入黑名单，我们可得远离他了。我们赶紧走吧，别让赵经理误会了。走走走。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你惹了你这辈子不该惹的人。陈玉珍，我说过你今天进不去望江阁，现在相信了吗？难道是他？不对，不可能，他就是一个失去陈家庇护的废物。难道陈凡身边的那个女生，就是浩宇说的夏家千金？这个夏萌萌等级一定比我们高，她肯定是钻石会员，所以被拉黑都是陈凡怂恿的。该死的夏萌萌，该死的夏家集团，这个陈凡就是个吃软饭的废物，离了夏萌萌什么都不是。这个浩宇不是说让他拆散他们两个吗？怎么这两个人能来这儿吃饭？你赶紧从这离开，不要影响我们做生意。陈浩宇，你到底是干什么吃的？老爷子布置的那么好，你为什么不按照老爷子教的方法去做？不是大姑，我也很无奈呀。这个陈凡跟夏萌萌根本就不按照正常思路来，我还没有按照爷爷说的去做呢，我先被那个叫夏萌萌的给教训了一顿。不是，他们俩的关系啊，还比以前更好了，我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机会嘛。要你有什么用啊？你被一个女人教训的开不了口，你还不嫌丢人？好了，大姑，那浩宇能力有限，教训陈凡这种事情，还是我来动手吧。我一定给他们一个难忘的经历。你有什么办法？那个陈凡现在可傍上了夏萌萌，那一般的手段根本就对付不了他。我有办法。这样可以吗，大姑？我先去试试他们的深浅，顺便教训教训陈凡那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。这样也行。易翠，你出面，绝对能好好教训教训陈凡那个小东西。你可是咱们陈家的骄傲呀！没想到一个星期不在家，家里还出了这样的事情。那陈凡竟然要和我们断绝关系，他以为他是谁？一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。只不过是傍上了区区夏氏集团的小千金，又不是傍上了夏若雪那个江州第一女总裁，还真以为自己无敌了，想借着夏家的事与我们陈家抗衡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姐，你什么时候帮我出这口恶气啊？陈凡他太狗仗人势了。浩宇，今天下午我跟你们一起去趟学校。姐，这次全靠你帮我了，帮我们陈家找回面子。陈凡，这次你不完蛋，谁完蛋？今天你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麻烦，从今以后在江州，你和夏总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帮忙。我看夏若水和夏萌萌比那个徐君瑶强太多。好的，谢谢陈学长。陈学长性格这么好，姐姐你一定要尽早下手。只不过我姐那样的性格，就让妹妹我帮帮你吧。宇哥好。宇哥，我帮你打听好了，今天下午陈凡他们班以及其他大二上学生要去参加一场讲座。浩宇，我让你提前准备好了吗？姐，你放心好了，人我已经联系好了，马上就过来。这次啊，
陈凡这小子他跑不了了，没有夏萌萌给他撑腰，我看他怎么办。今天，我要让陈凡在他所有的同学，在无数江州大学的学生面前丢尽脸面，成为江州大学的笑柄。看书呢？啊？你怎么来了？陈凡，你这块表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百达翡丽吧？哎，各位看到没有？百达翡丽很值钱的。哇，带几十万的名表，真的假的？这兄弟谁啊？这么厉害？他是谁？他是豪门陈家的人，带几十万的表也合理。不对呀，陈凡，你不是跟我们陈家断绝关系了吗？你是净身出户啊，你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手表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该不会是你想装逼戴的假表吧？假表，一定是假表。这小子为了在我面前装逼，这次竟然买了一块假表，真是恶心啊！就是啊，人家都和陈家撇清关系了，还装什么高富帅？戴假表，什么东西啊？不好意思，确实喜欢装逼。不过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我这块百达翡丽是真表。真表？不见得吧？这种级别的名表，我们也没办法鉴别啊。他们有人说真的，有人说假的，可是真的假的，我们又不会看。不好说，谁说的是真话，谁说的是假话，咱们也不知道。大家别着急，我是专业的腕表鉴定师，我现在就可以鉴定他的这块百达翡丽是真是假。怎么样，陈凡？这儿有鉴定师，敢不敢把您的表鉴定一下？不知这位朋友能否把表交给我鉴定鉴定？一个被陈家赶出家门的弃子，离开陈家什么都不是，怎么可能买得起真表？临时任务发布，同意鉴定自己的腕表，让陈浩宇知道什么叫全球限量版百达翡丽。任务奖励顶级厨艺。这系统发布任务的时间拿捏得很准啊。当然可以，有什么不敢的？你要真有本事，敢不敢让鉴定师长长眼？怎么样，大师？鉴定完了吗？可以把我的表还我了吗？怎么了，陈飞？你急什么呀？该不会是你自己觉得戴的是假表，怕露馅儿吧？那好，既然你这么喜欢看，那就让你慢慢看。我估计啊，也是你这辈子最后一次见这么好的表。你说对了，这可能就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见假表。凭什么？因为哥们儿戴的就是真的百达翡丽啊！见过吗？怎么样，大师？怎么样？鉴定出来没有啊？我现在可以肯定，陈凡的这块百达祺丽是真的，而且是百达祺丽当中极品中的极品。哇！才大二就戴上了价值几十万的名表，太厉害了吧！大师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他一个陈家弃子，怎么可能买得起几十万的真表啊？就是啊，他就是一个净身出户的废物，他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贵的表啊？我可以100%保证，这块百达翡丽是真的。特别啊，先生，您的这块百达翡丽是哪一款？百达翡丽，大师请问。哦，原来是百达翡丽大师。你说什么？这是传说中全球限量7款的百达翡丽纪念款腕表。没错，就是那一款。
这种级别的名表恐怕不止几十万，我保守估计至少要上百万。大师，这腕表值多少钱啊？多少钱不好说，这种级别的腕表已经不好估价了，可能只能上拍卖会才会知道。我保守估计，最少8位数。多少钱不好说，这种级别的腕表已经不好估价了，只能上拍卖会才知道。我保守估计，最少8位数。8位数，真的假的？陈少，你缺小弟吗？我可以给你当小弟。陈同学，你晚上有空吗？我请你看电影。我31弟哦。怎么样，还不走？要不要我把表借你摸摸，体验体验？你别嘚瑟，随时奉陪。我就在江州这1亩3分地儿等着你。我们走。同意鉴定自己的腕表，让陈浩宇知道什么叫全球限量款。腕表已完成，恭喜获得顶级厨艺。那个，陈总，你晚上有空吗？我想邀请你去我家里吃饭。这还是第一次主动邀请一个男生，而且还是去家里吃饭，你一定要答应我呀！正好厨艺刚到手，系统给的就是好啊，每天装逼，每天还不一样。陈总。哦，好，我晚上过去找你。好，那我先回去准备，我等你晚上过来。好。也不知道他喝不喝酒，不过空着手过去也不好吧。算了，就拿瓶红酒吧，反正现在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。陈总，你来啦？快进。好。你先随便坐一下，那个饭还没好呢，你玩会儿手机，马上就好。我去，这厨房马上变成战场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好几年没做饭了，有点生疏。没事儿，要不我来帮你吧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真的，谢谢陈总。哎呀！陈总，你还会做饭呢？啊，偶尔做一下，体验一下自己做的饭。那你还挺全能的嘛，不仅会赚钱，还会做饭。夸奖过头了，这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而已。陈总，你要不要尝一下我做的这道菜？我这正处理虾呢，不方便，要不一会儿再吃吧。要不我喂给你吃呢？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？呀！姐，陈学长，差点被你们俩骗了，还说你们俩只是朋友。
被我发现了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陈总刚才双手在处理虾，所以我啊……哎呀，姐姐，你不用解释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都懂。我这道菜味道如何啊？很不错。这么久没下过厨房，第一道菜做成这个味道，已经很棒了。真的？很好吃。那我继续去做第二道。好。萌萌，你猜一下，哪2道菜是我做的，哪2道菜是陈总做的？好。这2道是你做的吧？这2道肯定是陈学长做的。你怎么猜的这么准啊？姐，这4道菜中有2道和我做的味道差不多，不过另外2道……简直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避风塘龙虾和可乐鸡翅了，差距真有这么大？这也太好吃了！你有空能不能教教我？好啊，没问题。断绝关系第5天，奖励永嘉购物中心100%所有权。永嘉购物中心，那可是江州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了，里面汇集了很多奢侈品。这永嘉购物中心的市值应该在14亿左右吧？这5天我的身价就已经超过56亿了。要是让外面知道了，不得把我家谱切片啊！看来10天我就能成为100亿富豪了。请问是陈凡陈先生吗？我是永嘉购物中心的钱老板，钱我已经收到了，请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签转让合同啊？那今天下午4点左右可以吗？好的，没问题，陈总，下午见。好。你们老板在吗？我要见你们老板。啊？找我们老板？我们老板不在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是望江阁的经理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转告给我们老板。把这个交给你们老板。好的，好的，您慢走。我的天哪，竟然是那个大佬送来的，难以置信，太难以置信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赵经理！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7号包厢出事情了。7号包厢的客人说我们今天的菜做的不好吃，问我们是不是故意针对他们，一副要动手砸东西的架势。什么？走，去看看。赵经理，我觉得这2人不像是来吃饭的，倒像是来找事情的。找事情？我倒看看谁敢在这儿找事情。2位老板，是出了什么事情吗？哎，你们这菜不如上次别人请我们吃的时候味道好，是不是看我们俩好欺负，故意把菜做这么难吃？就是，把你们老板喊来，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如果今天处理不好，我们就要砸店。2位先生，今天呢我们招待不周，你看这样，今天的菜呢给您免单，您看这样处理行吗？我们差你这点钱。就是，今天你们老板必须来，老板不来，今天把你们店砸了。好的，我马上就去。
找事情。去望江阁看看。这两个中年人究竟要做什么？任务奖励：私人定制劳斯莱斯幻影一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正好，我正打算买一辆豪华的保姆车，要不然我的车库总是空荡荡的。现在我倒是去看看，到底是谁在我地盘惹事。你们老板怎么还没来？是不是骗我们呢？就是，信不信今天我把你们店砸了？信不信今天我把你们店砸了？想砸我的店，我看谁敢！你是哪根葱啊？说话语气这么猖狂。我说话恐怕没有你们两个猖狂吧？陈凡，陈总，就算你是望江阁的老板又怎么样？我们今天吃的不爽，不给我们一个交代，有你今天好看？对，我就是这望江阁的老板。哈哈哈哈！你是望江阁的老板？开什么玩笑？装逼装我头上了？没错，这就是我们老板。今天你们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出去后就帮你们望江阁好好宣传一下，让他们好好出名。说我就不信你们望江阁今天处理不好这件事，处理不好，我就让你们望江阁的名声臭了。到时候你们的破店等着倒闭吧。不好意思，老板，刚才着急忙忘了。之前有人送来了一封邀请函。邀请函谁送的？是魏景雄。哦，魏景雄，我不认识他，他邀请我干什么？魏大佬想邀请您明天去家中喝茶聊天，交个朋友。什么？魏景雄眼前这小子去他家里喝茶？我操！魏景雄可是我们江州的大佬啊，他主动邀请的客人会是什么身份啊？魏景雄手里可是握着一个大型的安保公司啊！好，我知道了。现在该处理你们的事情。陈总，我们错了。陈总，我们说实话，是醉仙楼的老板之心，花钱请我们，让我们来这里给你找麻烦的。是陈总，我们就是拿钱办事儿，您就别跟我们这些小人物一般见识了。醉仙楼仅次于我们的餐厅，他们老板估计是看着望江阁换了新老板，算是动荡时期，于是想趁这个机会搞臭望江阁的名声，然后成为江州第一。醉仙楼的老板罗志新让你们来捣乱的？对，就是罗志新亲自让我们来的。这是看我年轻好欺负，哼！那我们就看看谁能笑到最后。好，赵经理，把他们两个送到剧里。不要，陈总，我们错了，陈总，我们真的错了，陈总，啰嗦，我们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明天刚好是周末，去一下也不是不行。去望江阁看看这两位中年人究竟要做什么。恭喜获得私人定制劳斯莱斯幻影一辆。耶！劳斯莱斯幻影到手，距离我自己的目标，把金陵徐家踩在脚下，更进一步了。陈总，那两个人已经送进局子了，不知道醉仙楼那边你打算怎么办？那边的事情我会去处理，记住，以后有什么事情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，不要给客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就行。好的，陈总。罗志新不爽，想收购我的餐厅，那我要把你的餐厅收购了，我看你还能嚣张几天。从陈家出来，就带了这么几件衣服，还有半个小时，时间应该就够了。去买一些新衣服，还是要应对一些场合的。来结账。哎，这不是陈凡吗？你都和陈家断绝关系了，
还敢来逛奢侈品店？你有钱吗？就来买东西。你虽然还在朱家，但和朱家断绝关系了，有什么区别吗？你这里一件衣服动辄上万，甚至10几万，你一下子拿这么多衣服，买得起吗？等会儿钱不够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我就不信一个陈家的气少能拿出来那么多的钱。先生，您这些衣服一共127万6千元，请问您是刷卡还是？100多万，就这些衣服竟然要100多万，这也要多了吧？几件衣服就要100多万，不愧是奢侈品啊！别说陈凡一个气少了，就是我也拿不出来啊！你扫我吧。好的，先生。余额还有1亿元。我去，这陈凡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存款？就连朱家最受宠的也才几千万啊！朱少，你就在这缓缓吧，我就先走了。不知道我这个陈家的气少和你这个朱家的半气少相比，怎么样？你陈总真是年轻有为啊！如此年纪竟能取得这般成就，真是后浪推前浪啊！秦总说笑了，字签完了，那我就先走了，陈总。好，秦总慢走。好。要是没有系统，我估计还在之前那个餐厅里打工呢。可惜啊，系统选择了我。对了，是时候该用技能卡了。是时候该用技能卡了。你们老板怎么还没来？是不是骗我们呢？就是，信不信今天我把你们店砸了？今天这件事情还好在自己掌握范围之内，要是在别的地方，那不就完蛋了？不行，得学一个格斗技能，要不以后徐家狗急跳墙，我还能有点保命的手段。最后再学一个金融管理吧。毕竟我现在那么多资产，可惜啊，现在只有1张任意技能学习卡，只能选1个，不然2个都想要。那就先学格斗吧，应该先把自身的安全保障，最后再学那个金融管理，要不然我哪天突然嘎了，那不就亏大了。恭喜宿主成功获得顶级技能，成为顶级格斗术大师。哇！我现在感觉力量比之前强太多了呀！要是再遇到望江楼那群混混，几下就能全部撂倒。赵经理，你去调查醉仙楼老板的个人信息，然后发给我。尽快办好这个事儿。好的，老板。断绝关系第6天，奖励世界级黑卡石油国第1皇家余额万事达黑卡1张。这奖励可以呀！之前只听说过黑卡的厉害，没想到我居然这么轻易就获得了。你好，陈总，我们是石油国为黑卡用户配备的全天候24小时的服务团队，我们可以解决你的任意要求，并且黑卡在全球的消费是不限额的，想花多少花多少，不限额。本突然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江总，我想跟你联手罢免公司第3大股东陈凡在公司的一切职务，然后把他踢出公司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竟然惹到了孔总，害得孔总把我臭骂一顿。这次你就等着吧。把陈凡踢出公司？只要江总同意跟我合作，以后在公司我都听江总的工作，公司就是江总的1银行。说一不二，我呢也欠江总一个大人情。
他怎么好像迫不及待的要把陈凡赶走？明天我们召开董事会，来解决这件事情。那就多谢江总的帮助了，我呢就先走了。陈凡滚蛋了，孔总就会满意，孔总满意了，我就会得到他的支持，到时候江浩，我不就轻轻松松的让他也滚蛋？相比于把陈凡踢出公司，我更想做的是把你踢出公司。陈总，我们的第一大股东江浩想请你吃个饭。江总，好，我答应了，今天晚上见。今天下午魏景雄的邀请，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？临时任务发布，答应魏景雄的邀请，前往他的庄园喝茶。任务奖励：腾飞集团8%的股份。系统给的东西还真是每次都是好东西啊，还都能赶上好时候。刚要去和腾飞第一大股东吃饭，立马就给我送来股份，真是太棒了。看来这个魏景雄的邀请还真是不得不去了。完成任务之后，我的股份就和冯元胜的股份只差3%了。况且拿到这8%的股份，我的资产就有70亿了。一翠，你就别生气发闷了，不就是一个陈家弃子的废物吗？不用劝我，他居然敢让我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。等我后面找到机会，一定好好整死他。我居然没有斗过一个区区的陈凡，还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，真是可耻。易翠啊，你也别太忧愁了。今天下午啊，我会带你去见江州的一位大佬，我会把那位大佬介绍给你。你如果能够得到那位大佬的欣赏，说不定就连陈凡那小子啊，能狠狠地整他一顿。红叶，你要去见哪位大佬呀？魏景雄，魏大。魏景雄，魏大。红叶，你要去拜见魏大佬，那你要带我一起去，会不会不太好呀？没关系的。那太谢谢你了，红叶。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魏景雄这样的大佬，你今天带我去见他，你可一定要帮我呀！没问题，那都是小事情，我一定会帮你，一定。哎，红叶，这真的没事吗？我也不认识魏大佬，那人家已经邀请我也不知道人家的喜好呀。一翠啊，你别有什么心理负担，我和魏大佬啊，那很熟的，到时候见了魏大佬，我说你几句好话，他对你印象肯定不会差，到时候对付陈凡，那还不是魏大佬一句话的事儿啊。也是陈凡，我这次一定要好好的整治你，然后让你跪着回家族认错，娶了金陵徐氏的千金。您好，通报一下，我是朱家第3代嫡系朱弘毅前来拜访魏大佬。朱家嫡系，你在这儿等着。你见魏大佬还要通报啊？这个通报啊，就是为了走一下流程。这个魏大佬肯定会见我。哇，最新款的劳斯莱斯幻影。我去，劳斯莱斯幻影，这么年轻就开上了。这种豪车，陈家只有个别叔伯才能拥有，我们这些小辈是不可能的。陈凡这个吃软饭的死废物，怎么可能开得起这么好的车？什么？你是说他这劳斯莱斯幻影是吃软饭吃上来的？不仅是这辆劳斯莱斯，还有另外一辆跑车，包括他佩戴的百达翡丽，都是他吃软饭吃来的。我去，超级鸭王啊！这得吃多少软饭才行啊？这你想什么呢？哎呀，我在想啊，怎么让魏大佬整死他？
哟，陈凡，这里也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你都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难道这里是你家呀？你八成也是来拜访魏大佬的吧？可惜哦，魏大佬可不是你这种陈家气少想见就能见的。哼，实话告诉你，魏大佬和弘毅哥早就认识。刚才呀，魏大佬的保镖已经进去通报了，一会儿就出来接我们，而你只能眼巴巴的在这站着。你看见没？我们这就要进去。看见没？我们这就要进去了。我们老板说今天有重要事情，不见任何客人。好吧，可能啊，我们今天来的有些不是时候，我们就不打扰魏大佬休息了，我们就先撤了。你不见任何客人，什么意思呀？你不是说带我见魏大佬的吗？怎么现在我们连门都进不去啊？早知道不带这个女人来了，不会是魏大佬见我带个女人来了才不见我的吧？下次一定要找个借口自己来见魏大佬。魏大佬什么喜好我哪知道呀？见不到就见不到呗，下次再来就好了。我们进不去，见不到魏大佬，你也进不去，见不了。你真是让我浪费感情，而且还白占我便宜！你这个废物啊，满嘴跑火车，比陈凡还能装！我是来找魏景雄，魏大佬。小子，别装了，赶紧回去吧啊！你把魏大佬惹烦了呀，让你在江州吃不了兜着走。你别在这找骂了，朱弘毅都进不去，你以为你能进去啊？魏大佬都说了，今天谁也不见，你赶紧走吧，别在这打扰魏大佬休息。这陈凡到时候要是惹得魏大佬不快，把怒火撒到我们陈家头上，那我们不死也要废，不能让他在这儿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们老板今天不见任何人。你耳朵聋了吗？听不到吗？人家都说了，今天不见任何人。原来是你啊，请。怎么会这样？陈凡怎么进去了？刚刚保镖队长不是说了魏大佬今天不接待任何客人吗？你怎么搞的呀？凭什么他能进去，我们就进不去啊？他怎么进去的，我哪知道呀？你去问他呀。陈凡一个被陈家抛弃的弃子，一个吃夏萌萌软饭的废物，他凭什么能进去？我们却要在门口站着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他吃的是夏萌萌的软饭？我去，这家伙不是吃老太婆的软饭吗？这饭又能吃又能看吗？这是大哥呀！不行，我也得吃软饭。不知道到时候大哥能不能教我两招？谁问你这个了呀？你赶紧想想我们怎么进去啊！等大哥出来，我必须向大哥讨教两招。属猪的，你听见我说话了吗？你今天不是说带我见魏家大佬的吗？凭什么我们被拦在门外了呀？你他妈能不能别说了？那进不去是我的问题吗？你有本事你自己去啊！你什么态度呀？哎，你什么你呀？啊，走，你赶紧走！我现在不想见到你啊！我要在这儿等我大哥，我要给他当小弟。你。希望到时候大哥能教我两招，我只要能学到1/5，不1/10就满意了。你好，望江阁老板陈凡。魏氏安保公司魏景雄。这是刚认识就要给我一个下马威啊！你当我顶级格斗技术是假的吗？还好上次学习了格斗术，要不今天能不能出门都是问题。我倒要看看能拿下望江阁的新老板有什么本事。如果你没什么实力，就不要怪我下手了。如果我拿下望江阁这第一餐厅，对我的产业有不小的帮助。看来是我邀请对人了。这新老板这么年轻，还这么有实力，
只不过我这么多年走过来，我也不是吃白饭的。陈总，真是力量惊人呀，魏某服了。目前看来是我赢了，也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等着我。谢谢魏老板。他的力气不小啊，我竟然输了。不过可不是力气大就无敌了，我就不信我拿捏不了一个年轻人。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助理，陆真。陆先生，外界都在说，这个鲁先生其实是魏景雄的军师啊。陈总，请坐。刚才只是开胃小菜，不算什么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。陈先生，你觉得我这庄园如何呀？确实很不错呀，魏总。陈先生，你过奖了。其实我这庄园呀，一般，面积太小了。我打算把周围2公里的地方全部拿下，用来扩建我的庄园，这样才符合我的身份。对了，陆先生，拿下周围2公里的地方要花多少钱？保守估计10几个亿吧。10几个亿，小钱，不过就是我们集团几个月的利润罢了。哼，陈总，是不是觉得我有点浪费呀？那确实不多，的确算是小钱了。是我一天的收入罢了。在我面前装逼，你装得过我吗？那倒没有，魏总，我觉得您做的挺对的，10几个亿而已，小钱，小钱。我怎么觉得在他眼里，这10几亿跟零花钱一样？错觉吗？现在的年轻人心理素质都这么强大吗？我们赚钱不就是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吗？要不我们赚钱还有什么意思？这钱又带不下去。对了，卢先生，我让你申请的那个万国黑卡怎么样？老板，已经送去审核半个多月了，想来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以老板您的身价来说，通过申请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那好，陈先生，不知您申请过万世明黑卡了吗？黑卡？难道魏老板说的是今天早上系统发送给我的那张吗？不好意思啊，魏老板，接个电话。请问是陈凡陈先生吗？我是，你是哪位？尊敬的陈凡先生您好，我是石油国第一皇家银行在国内的负责人之一，很高兴能为我们的黑卡拥有者，所以银行指派我担任您的银行管家。原来你就是石油国第一皇家银行指派给我的银行管家呀？什么？石油国第一皇家银行黑卡？那不是全球最顶级的黑卡吗？那张卡不是不能申请的吗？是邀请制。难道说陈凡的资产已经达到标准了？难道陈凡和石油国第一皇家银行有什么合作吗？不应该呀，不应该呀。是的，陈先生，您之后有任何吩咐可以随时联系我，只要您开口，
我们银行尽最大的努力满足您提的任何要求。好，我现在还有事情。好的，陈先生，第一皇家银行祝您生活愉快。陈先生，你和石油国第一皇家银行是什么关系？他们怎么给你指派私人管家？好，没什么关系，我就是他们的黑卡用户而已，没什么特别的。陈先生，原来是石油国第一皇家银行的黑卡用户。我没事在人家面前装什么呢？人家黑卡资产不知道比我要高多少，我还在这炫富，真是丢脸啊！要不望天哥的事情就算了吧，这我可得罪不起啊。陈先生年纪轻轻就有如此财力，真是前途无量呀！算了，也做得差不多了，不差这最后一次了。陈先生，老板特别欢迎您来庄园做客。陈先生，您住在哪儿？下次我们一定登门拜访。我住在御景山庄8号别墅。之前听说御景山庄8号住着一位无比神秘的大人物，没想到那位神秘的大人物竟然是眼前的陈先生，牛逼啊！陈先生，您既然住在御景山庄，真是年少有为啊！卢某实在是太佩服了。还好刚才没有过多的得罪陈先生，要不就完蛋了。石油国第一皇家的黑卡轻轻松松拿捏我呀！陈先生真是厉害呀！答应魏景雄的邀请，前往他的山庄喝茶，任务完成。恭喜获得腾飞集团8%的股份。耶！我现在手里有腾飞集团17%的股份，这就说明腾飞集团1/5已经是属于我们了。我现在距离成为100亿富翁也不远。陈先生，不知能否赏个脸？今天我做东，在我这里吃个饭。不好意思啊，魏总，下午有约了。我还要去和江浩见面，他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说。那真是太可惜了，下次魏某再请你来吃饭，可一定要答应呀！哎，对了，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。我魏某在江省还是有实力的，以后你有什么事情，尽管跟我联系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多谢魏老板。陈先生，我送你。偶像啊，偶像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！朱弘毅，魏大佬好。朱弘毅，你是豪门朱家的。偶像啊，我确实是豪门朱家的人。谁是你偶像？你先把我放开，起来再说话，起来再说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祝家的嫡系，祝弘毅。我特别的仰慕你，想给你做小弟，希望你不要拒绝我。做我小弟？你刚刚不是还和陈逸翠找我麻烦吗？那个偶像啊，我之前是被这个叫陈逸翠的给忽悠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有眼不识258万，才冲撞了您，您千万别见怪。我求你了，就让我做你小弟吧。这小子眼光不错啊，现在就知道抱上陈先生的大腿，有眼力，前途不可限量啊。哦，我暂时不打算收小弟。我又不认识这朱弘毅，刚才他还和陈逸翠在一起，他还是朱家的嫡系，突然要当我小弟，是不是不怀好意啊？魏大佬，今天聊得很开心，我下午还有约，就先回去了。好的，陈先生，请，请。小子，你眼光还真不错，都知道攀龙附凤。哼，你想当人家小弟，就光这么说说，没有什么行动来表示一下？
我记得当时你来拜访我的时候，那可是拿着大包小包。哼，现在想当人家小弟，就只是说说。我明白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谢谢魏大佬提醒。这小子有前途。四叔啊，怎么最近都不见爷爷？我都来好几次了，怎么次次都不见他？哦，你爷爷和你大伯去外地办事了，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回来。什么？去外地了？一锤，你怎么脸色这么差？有什么心事吗？哦，四叔，我昨天在魏景雄庄园碰到陈凡，本来想好好教训他一顿，结果被他羞辱了。又是陈凡这个小畜生。这样，一锤，你去找一下兴荣，让他出面给你出口气，顺便让兴荣狠狠地整治一下这个陈凡，让陈凡赶快滚回来和徐家小姐成婚。让兴荣哥出面？对。兴荣哥人高马大的，混得很好，已经是某个地下势力的头目之一了，手下近100个小弟。我就不信这次陈凡你还不完蛋。你和兴荣争取早点把陈凡这个问题解决，等过几天你爷爷回来，给他一个惊喜。以我儿子的能力去教训陈凡，简直就是较为打击，顺便在老爷子面前露露面，赢得老爷子的气。好的，四叔，我知道了。兴荣哥出马，陈凡那个小畜生不会被吓傻吧？废物，三番两次的让我出丑，这次轮到你了吧？我就不拐弯抹角了，陈总，你知不知道你得罪了冯延胜？我就不拐弯抹角了，陈总，你知不知道你得罪了冯延胜啊？冯延胜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今天上午冯延胜过来找我，他想让我跟他一起来对付你。对付我？他想让我跟他联手，将你踢出公司。是吗？那江总，你是怎么打算的呢？陈总果然是聪明人，我的确有别的想法。我跟冯延胜一向不和，与其跟他合作，倒不如跟陈总合作。不过嘛，不过什么？临时任务发布：反击冯延胜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把冯延胜踢出腾飞决策层，让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任务奖励：顶级金融管理能力。我去，系统还真是人性化呀！我正因为前段时间得不到金融管理技能发愁呢，系统真是太好了。不过我还不清楚陈总的想法和能力。我就明说吧，我目前手里有腾飞集团19.5%的股份，而冯延胜有17.3%，跟我差不了太多。而且我听到消息，冯延胜还要收购那些小股东手里的股份。我跟陈总从来没有过任何冲突，不如跟陈总合作，一起将冯延胜踢出公司，这也足以证明我的诚意。确实可以，不过江总应该不止这些要求。当然了，我这么做希望跟陈总联手，将冯延胜踢出公司之后，我还要把冯延胜的心腹全部一起开除。后续空出来的位置，我要安排我的人去接手。我希望陈总能够在董事会上支持我。好，没问题，我答应你。好，陈总果然痛快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你们两个是干什么吃的？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罗老板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你不知道那小子收到了魏景雄、魏大佬的邀请函，而且还是在人家的地盘上。我们就算要动手，
也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啊！是啊，魏景雄魏大佬的邀请函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听那个望江阁大堂经理亲口说的。什么？望江阁大堂经理说的啊？万一人家是拿魏景雄的名字吓唬你们两个呢？你们是亲眼看见魏景雄的手下送过去的邀请函？那倒没有。你们两个废物，被人忽悠全了都不知道。可是老板，万一是真的，我们也赌不起啊。这就是有道理啊。万一要是真的，哪怕只有1/10，我也赌不起啊。毕竟魏景雄这种大佬，一旦得罪了就完蛋了。去，你们两个给我备车，去枫桥别墅区。好。看来只能去找他了。只有他不弱于魏景雄。江州范氏集团董事长范洪凯。我还就不信了。我拿着这个宝贝去找范董事长，他还能不帮我？只要得到他的支持，我还怕什么魏景雄和陈凡？到时候对付陈凡，那还不是小菜一碟。什么？什么？你说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十分肯定。昨天晚上，江浩和陈凡一起在望江阁吃的晚饭，这是我买通他们的司机告诉我的。该死的！还好我留了杀手锏，不然今天真的要被坑。还好我昨天做了一些部署。江浩这个混蛋竟然去找了那个陈凡，可惜无论你江浩跟陈凡达成某种协议，今天就是把你陈凡踢出公司，完成孔总要求的日子。到时候孔总就能帮我成为腾飞第1大股东。陈凡，你就等着成为我的垫脚石吧。最后的胜利者只能是我。走，跟我去布置一下。江总怎么样？人都到齐了吗？大家都来了，还有几个股东和高管，今天有事来不了。少几个人无伤大雅。我们开会吧。大家安静一下。我知道大家好奇，今天为什么突然召开这个高层会议？我现在就来告诉大家，是为了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来晚了。想必这就是咱们集团第3大股东陈总吧？你说呢，江总？江总应该和陈总很熟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江总昨天刚和陈总在望江阁吃过饭，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怎么回事？昨天晚上吃饭，冯延胜怎么知道的？江总，你不要以为和陈凡联手就能对付我，想对付我，你们还不够资格。今天我召集大家来，就是为了把陈凡踢出公司决策层。把我踢出决策层？我看今天被踢出决策层的应该是你吧？我同意陈总的意见，将冯延胜踢出公司，从此不再参与公司的任何事务。想把我踢出公司决策层，
就凭你和陈凡，你们还不够资格。就凭你江浩的股份加陈凡的股份，不过区区31%，不到46%，做你们的白日大梦吧。区区31%，我们的确不到46%，但是你不过才17.3%，你有什么资格狂妄的？我有什么资格狂妄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宣布把陈凡踢出公司决策层。有谁支持？支持冯总的建议，把陈凡踢出公司。怎么回事？方磊一向中立，怎么突然站队？他手里可是握着足足20%的股份。冯延胜什么时候把方磊给说服了？就算加上这10%，也不过才29%罢了，比我们还少。我也支持冯总的建议，把陈凡踢出公司。还有我也支持冯总。你们竟然！如果加上这2个人的股份，他们的股份提升到了41.1%，这下出事儿了。这3个中立的人，为什么全部都投靠了冯延胜呢？我可是特地请了孔氏集团出面，今天陈凡一定会被踢出公司。准备滚出公司吧。滚出公司？就凭你啊？冯延胜，你现在不过也才41%的股份，还没到46%。谁给你的自信啊？我没有。那你们有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好像还真有。收购股份成为第1大股东，陈总收购了11.2%的股份，没想到最后陈总成为集团第1大股东。不是真的，你一定是假的，你一定是骗子，你一定是。第1广股东的身份，提出将冯延胜踢出公司决策层，有谁同意？我同意。冯延胜利用职位之便，在公司的项目中谋取私利，严重损害了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。我同意，我也同意，我也同意陈总的提议，我同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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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宣布，公司超过66%的股东同意此决策，把冯延胜踢出公司决策层。从此，不再参与任何公司的决策。完了。陈总啊，以后这里应该就是你的公司了。那倒是不用，强总，这里还是你的。我的身价已经破66亿，今天的奖励还没有来，来了之后很可能就破80亿。我现在啊，可没有心情管理腾飞这个小公司。陈总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那是自然，江总，这里当然还是江总您管理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再一起商议。谢谢，谢谢陈总。反击冯延胜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把冯延胜踢出腾飞决策层，让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任务完成，恭喜获得顶级金融管理能力。恭喜宿主断绝关系第7天，获得江州顶级企业之一永泰地产集团4%的股份，成为永泰地产集团的副总裁。
永泰地产集团，那可是价值310亿的大公司啊！这下我的总资产已经到80亿了，距离100亿就差一小步。陈学长有时间吗？我们去永嘉购物中心玩啊！可以啊。陈院长，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姐马上就来。哦。陈总也在啊。夏总。那什么，姐，我还有作业没写完，你们俩先聊啊。萌萌。那我们挑几件衣服吧。任务发布，和夏露水一起逛街。任务奖励100倍消费返利卡1张，上限5个亿。好呀，那我们一起去逛逛吧。这件怎么样？我觉得还挺适合你的。让你们店里所有客人都走。我要给我女朋友挑衣服。不好意思，两位，麻烦你们两位随后来挑选衣服。这家伙是你们这儿的高级会员吗？怎么还有这种特权？不是，他是永嘉购物中心副总经理徐丽的儿子徐周群。之前有个大牌餐饮店，因为得罪了徐周群，没几天就倒闭了。区区一个副总经理的儿子，就敢这样无法无天，难怪这几年永嘉的生意越来越差。谁给你的权利，让店家赶走这里所有的客人，只为你一个人服务？哎呦呦，这还有个刺儿头啊！我爸给我的权利，不行吗？我爸是永嘉的副总经理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在我男朋友家的地方和我男朋友作对，脑子没病吧？你爸是永嘉的副总经理，是吗？从现在开始他不是了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是永嘉的新老板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以为我是被吓大的吗？你等着，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。喂，爸，我在永嘉购物中心，这儿有个小子冒充永嘉的新老板，你快带人来，把这小子给抓住。什么？冒充我们永嘉的新老板？找死！他叫什么名字？哎，问你呢？我是陈凡。什么？陈凡？我们新老板就叫陈凡。等着，我现在过去。老板，您来之前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？我要是提前通知了你们，还能看到这出好戏吗？我已经通知蒙氏人事部了，你收拾收拾东西，准备离开吧。哎，夏总，你想吃烧烤吗？烧烤？我没有吃过，家里管的比较严。这样吧，夏总今晚来我家，我做烧烤给你吃。好。任务奖励100倍消费返利卡1张。这下距离我的100亿大梦更进一步了。喂，陈总，今晚有时间吗？一起吃个饭。好，魏老板呀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今晚有约了。那太可惜了，那明天吧，明天陈总应该有时间吧？啊，明天可以。那好，明天上午我请客，到时候陈总一定要来啊。好，烤肉来喽。
这确实跟我在餐厅吃的烤串味道不一样，是吧？嗯，我去拿瓶红酒，烧烤配着红酒更好吃。不用了，我不会喝酒。算了吧，反正最近工作压力挺大的，那就喝一点。那我去拿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？夏总，要不我们还是不喝酒了吧？没事儿。还有，我们现在都这么熟悉了，你就不要再称呼我为夏总，我就不叫你陈总了吧，还挺别扭的。那这样吧，我以后就叫你若水吧。为什么他喊我若水，我就不生气？别的男人喊我就感觉到很生气。好，我去，陈学长和姐姐的关系进展的这么快吗？看来我的计划很成功啊！姐，我已经看到陈凡从学校离开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金荣哥，陈凡已经离开江州大学了。这次呀，有你出面，陈凡一定逃不了。那是当然了，我出手，你还不放心吗？老大，那小子在他家菜下车了，好像进去吃饭。哼，他还有脸去吃饭？一会儿我打得他满地找牙。陈总，我处理一些事情要迟到一点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好的，魏总。陈凡，你找我做什么？找你做什么？当然是揍你了。识相的话，赶紧滚回去给爷爷道歉，然后迎娶徐家大千金，我就饶了你。让我回陈家，做梦去吧。陈凡，你别嘴硬了，兴荣哥，给他点教训。好。就这点水平，我一个人打不过你，我一群人打不过你吗？动手！我看谁敢动！魏大佬，你们这是想把我的餐厅拆了吗？魏大佬，这餐厅是您的，我现在就把他带出去，好好收拾收拾他。放肆！你竟敢对他下手！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陈凡先生是我请来的客人，你说呢？你还没有资格跟我说话，把你的老大给我叫来。陈总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在外面有些事情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陈凡是怎么获得魏大佬认可的？对了，陈总，今天我请你来呀，是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要跟你聊一聊，你一定会感兴趣的。哦，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儿？这里有外人，不方便。陈总，一会儿我们单独聊。我看谁敢欺负我小弟！魏大佬，你的下手竟然敢对我的客人动手，怎么做？你看着办吧。魏大佬，是我管教不周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点向魏大佬道歉啊！快点！怎么会这样啊？不应该是兴荣哥对陈凡降维打击吗？怎么还反过来了？原来陈凡不是那个废物，我才是那个废物。滚吧！谢谢魏老大。陈总，请坐。陈总，你和豪门陈家的事情我知道一些。我这次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陈家有关啊。陈家老爷子，这次秘密去外地的事情你知道吗？这样我还真不知道。我知道陈老爷子和他大儿子离开江州的重要原因了，
他们就是去和中海省的大公司万恒软件集团谈合作去了。万恒集团，陈家好像并没有人涉足软件。有消息说呀，万恒集团要在江城建一个大型的产业园，他们正准备在江州选一个地产开发商。如果能拿下这个项目，最少估算几十亿。陈老爷子非常看重这个项目，势在必得呀。这样啊，那就不要怪我阻碍你们的合作了。断绝第8天，奖励永泰地产集团5%的股份，成为第4大股东。永泰集团可价值310亿啊！5%的股份，那可是足足15亿。我的身价这次瞬间突破100亿了。陈先生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跟我说，咱们呀是朋友。那就多谢魏总了。不知道魏老板认不认识万恒软件集团的人？这个我还真没有认识的。恭喜陈老板成为我们的股东。对了，陈先生，明天我举办一个酒会，邀请了不少富豪大佬，能赏个脸吗？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一会儿让人把请帖送过去，请问送到哪里？江州大学就行。江州大学？啊，我下午在江州大学有课。不是，这怎么还需要女伴呢？我也没有女伴啊。入水。哦，我昨天晚上没有什么失态的地方吧？昨天喝醉的夏若水还是有点可爱的。你也收到了杨董事长的请帖？你也收到了？对。不过我没有男伴，我就不打算去了。没有男伴，我要去了，肯定会被一些讨厌的追求者烦自己，还不如不去。那要不我们一起去？好啊。哦，对了，若水，你知道万恒软件集团吗？万恒软件集团，那有我们夏家的股份。夏家这么厉害的？连万恒集团都有夏家的股份。万恒软件的一位副总裁是我表姐夏文月。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万恒软件集团？我是突然收到消息，说万恒软件集团要在江州建一个产业园区，陈家想要，但我偏不给他们。那这样吧，我先打电话联系一下我表姐夏文月，看看万恒软件集团那边是什么情况，然后我们再说。喂，若水，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呀？文玉姐，你们万恒软件集团最近是不是想在江州建一座大型的产业园区啊？对啊，不过你在江州管理的分公司不是没有房地产业务吗？你们集团现在已经决定跟哪家公司合作了吗？倒是还没有决定，不过听韩副总裁的意思是想给江州的城市建筑公司。我这儿有一个朋友也想参与一下这个项目，你可不可以帮帮忙啊？我帮不了，我和韩副总裁的关系也很差，没办法了。哎呀，文玉姐，你就帮帮我呗！你只要帮我办成了这件事情，家族的年底竞争，我主动认输。你是不是开窍了？你的那个朋友是不是男的？对，你帮帮我。好，我尽量。有什么消息我联系你。好。父亲，万恒软件集团建造的那个大型产业园项目谈得怎么样了？快了，快了！我最近啊和万恒集团的韩副总喜啊聊得非常好，他最近啊可能要到江州来视察。这2天你们一定把准备工作做好，让他满意。到时候啊，马上就把合同给签了。只要拿下韩副总行，这个项目就是我们陈家的了。到时候又会有11个利润流入陈家的钱包中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对了，那个兔崽子的事情，你们解决的怎么样了？那个父亲，
陈凡最近不知道怎么和魏景雄攀上关系了。魏景雄现在一直在护着他。废物！先让这个小兔崽子得逞几天，等我处理完万恒集团的事情，我再来收拾他。父亲，要不要我把飞明喊回来，让他去对付陈凡那个小杂碎？飞明可是我们陈家的未来和希望，不能影响他。对付陈凡这个小崽子，还用不着飞明。这样吧，你要老三啊，把文静叫回来。让文静去对付陈凡。好的，父亲。断绝关系第9天，奖励永泰集团5%的股份，成为永泰集团的第3大股东。又是永泰集团的股份，太好了！最好后面也接着给永泰集团，我就成为永泰第1大股东了。小罗啊，你就是目光太短浅。那区一个餐厅的小老板，在我这儿什么都不是。以后呀，眼光放长远一点。今晚呢，我带你去参加一个大人物的酒会，长长见识啊！真的吗？谢谢范总，谢谢范总。如果我今晚借着这个机会认识一些大人物，我完全可以一句话，陈凡就被吓得乖乖把望江仙交给我的。夏总裁，你应该还没有蓝吧？要不今晚我当你的蓝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已经有蓝吧。有蓝吧？我怎么没有看到？夏总裁，你不会是为了拒绝我才故意装作有蓝吧的？谁说若水没有蓝吧？你刚刚喊夏总裁什么？若水啊，有什么问题？这么近一声，放别人喊，夏总早离开了。可现在夏总还要挽着那家伙的胳膊。夏总裁，你选择这么一个平庸的小子当蓝吧，你的眼光真有问题。论长相、英俊程度以及家世背景，我哪一点也不比这小子差。夏若水居然选择了这小子当蓝吧，姓陈的，你跟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话说杨总的这套庄园还真不错呀，有机会我也要自己搞一套这么大的庄园试试。长这么大没住过，确实不错。你也想搞一套自己住啊？的确有这个想法，毕竟谁不想体验体验。陈凡，你是怎么趁着保安不注意偷偷溜进来的？你是？我是醉仙楼的老板罗志新。哦，你就是那个不敢跟我正面对抗，背地里搞小动作的醉仙楼老板。上次的事情纯属意外罢了。你一个小小的餐厅老板是怎么来到杨董事长的庄园？不会是趁着保安不注意偷偷溜进来的吧？你都能进来，我为什么不能进来？你罗总是我带进来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范总，这小子就是我之前和你说过的望江阁老板陈凡。哼，就他，年纪轻轻就成了吃软饭的小白脸，真是脸都不要。吃软饭？就你长这个样子，吃软饭你都吃不上。你说什么？行，小子，你等着，3天之内，望江阁必倒闭。你是陈凡先生吗？哦，我是陈凡。陈先生你好，我是杨胜平。你好。
今天你能来这儿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一会儿我们可得好好聊一聊。这什么情况？堂堂杨董事长，居然主动过来跟这小子打招呼，甚至还要让他坐自己旁边。杨董事长，这家伙是？陈总是我们永泰地产集团的第3大股东，这次第一次来，大家都好好认识一下。什么？是这？刚刚我来之前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没什么，就是这位范总要让我的餐馆在2天之内倒闭。什么？范洪凯，我今天能请你来，是我做过最错误的决定。我真不知道啊，杨董事长。我要是知道，你给我几个胆，我也不敢这样说啊。我组织的任何聚会，你以后都不要再出现了。来人，把范洪凯和他的朋友赶出去。杨董事长，这是误会啊，误会啊！杨总，我有点事情想跟你商量商量，我们找个地方吧。我这有一个利润高达数十亿的项目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？数十亿的利润，陈总，你不会在开玩笑吧？当然不会。哦，陈总说来听听。不知道杨总知不知道万恒软件集团在江州有一个大型园区的项目？倒是听说过，不过具体情况我不清楚。万恒软件集团那边我没什么认识的人。陈家盯上了这个项目，我打算从他们手里抢过来。哦，陈总不会还和陈家有关系？之前也算是陈家的人，不过已经和他们断绝关系了。我还以为陈总会为了对付陈家做出没本的买卖。杨总放心，伤敌1千自损800的事情我不会干。杨董事长，这个您可以放心，我为陈总做担保。万恒集团的副总裁是我表姐，如果出任何问题，您可以随时来找我。好，陈总，那我就把万恒的项目交给你，你可以代表永泰地产集团做出所有决断。跟那边我去。断绝关系第10天，奖励江州顶级庄园1座，位置江州黎明区。我去，这系统也太人性化了吧！直接送一栋庄园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我的庄园。请问你就是陈凡先生吧？我是。陈先生你好，你签了合同，庄园就是你的了。钱我们老板已经收到了，需要我为您介绍一下吗？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看就行。好的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请问是陈凡哥吗？我是朱弘毅，魏的老庄园前的那个小胖子。朱弘毅，你有什么事情？是这样的，凡哥，我这里啊有一些陈家的情报，想跟您汇报一下。陈文静回来了。凡哥，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你说。我听陈文静的语气，他好像很佩服你，好像也是逼着与你为敌。陈文静是聪明人，如果能策反陈文静，绝对比自己破坏他的计划有价值。晚上有时间吗？我们见一面。好，就在咖啡馆见面。好，你想和陈家断绝关系吗？我没有你这样的实力和魄量，武叔他们对我挺好的，老爷子叫我来对付你，我制定了详细的方案，我们假装对抗一下，这样你既没有损失，我也可以向老爷子交代。老爷子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应该清楚，只有陈飞明才是他亲孙子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你将来的结果也只有可能是家族的工具。我可以帮你，只要你站在我这边。我考虑一下吧。告诉你件事情吧，老爷子不在江州，万恒软件集团的韩副总旗会来江州，到时候联合韩副总旗，万恒软件集团的项目就是陈家的。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。文静，你回江州了？今晚要不咱俩聚聚？陈总，我今天来我姐夫这儿，我姐夫说想认识认识你。哦，是孙总啊，你小子滚一边去！这位置给我坐，居然还敢打电话，让给你打电话那孙子等会儿。你确定？孙子，能不能等会儿再打？
你爷爷我现在有事儿，赶紧滚！小兔崽子，你再说一遍！再说一遍也是孙子。你谁呀？叫我小兔崽子？我是谁？我是你老子！爸，是你啊，爸！混账东西，现在在做什么？不会再找这个手机主人的麻烦吧？我在接近陈文静，就是一个小白脸儿。人家是我都要巴结的大人物，马上给我跪下道歉！要不原谅你，回来你就等着吧！大哥，你原谅我吧，我再也不出现在陈小姐面前了。滚吧，记住，是永远不要再接近。好好好，我答应你。他们准备在望江阁签订合同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韩副总裁啊，这可是一份特殊的文件，它规定了，凡是万恒集团的园区项目的利润，其中的31%归您韩副总裁。你是利润越大，你获得的越多。请签名。恭喜陈氏地产公司成为合作伙伴，哈哈哈哈！谢谢。陈凡，谁让你来的？就是你已经跟我们陈家断绝关系了。今天是我们陈家的内部聚会，快给我滚出去！我是江州永泰集团的代表，今天来也是找韩副总席聊聊大型园区的项目。哦，那要不然你们二位竞争一下？我们的诚意，韩副总机已经知道了，我就不信陈凡这个小书生能代表永泰。我们的优势就是，无论是实力还是质量，都远高于陈氏地产公司。不过，我不会贿赂你。你知道我们说的什么？当然，我就是望江阁的老板，刚才说的一切，全部都听到了。于真，你怎么搞的？你怎么搞的？你不是说这最安全的吗？爸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他的地盘啊。你知道了又怎么样？合同已经签了。没错，我宣布，陈氏地产集团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。从现在起，我们陈氏集团已经正式拿下了万恒软件集团的项目。陈凡，注定是个失败者。你要是娶了我，这份合同说不定就有你的份儿。韩副总裁，你这么出卖万恒软件集团的利益，不怕你们老板知道吗？我们老板怎么会知道呢？你就不怕我告诉你们老板？告诉我们老板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恐怕连我们老板是谁都不知道，到时候我就说是你故意抹黑陈家，恶意竞争。我可是我们老板身边的红人，你说我们老板信谁呀？那好，我就告诉你们，你们万恒软件集团的老板到底相信谁？老板，我的信任就是被你这样对待的吗？啊！从现在起免除你在万恒软件集团的所有职务，我会让法务部起诉你，等着进监狱。还有你们陈氏，我是永远不会和你们合作的。我们在江州的这个项目交给陈凡先生代表的永泰地产集团。陈凡，你够狠的！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！好啊，陈凡，你给我等着吧。陈凡，不要以为你截胡了我们陈家一笔生意就了不起。在我的眼里，你依然是那个陈家最没有用的大人物。跟我孙子陈飞明比较起来，那差了108000里。今天这件事情虽然
让我们陈家流那么一点点血，但是你激怒了我。陈凡，该死！你等着承受陈家的怒火吧！走。断绝关系11天，奖励陈家和徐家偷税漏税的证据，已自动发送给警方。别着急走啊！这么急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不要欺人太甚！你们自己想想，真的以为别人都不知道？陈玉珍，怎么搞的？爸，他不可能知道，他肯定是诈我们。陈凡，别装了，陈家偷税漏税的证据我已经全部交给警方了，他们马上就到。还有这些年陈家和徐家的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徐家也脱不了干系。你个贱人，陈山海，你可真是养出一帮好孙子！跟我们走一趟吧。终于结束了，再也不用看见这些人了。陈凡，你现在解决掉了徐家和陈家，接下来准备干什么？还没想好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那你要和我结婚吗？